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，一天下来什么都没做，却觉得很累。我会想很多，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差好多，想做这个那个却提不起劲，就算做了，事后又经常反思自责，觉得自己很失败，陷入了拖延、自责又拖延的怪圈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课后学堂，通过分享让你获得对生活的感悟。今天我们要来了解什么是内耗。心理学上对这种行为的解释是，人在管理自我的时候需要消耗心理资源，当资源不足时，人就会处于一个内耗的状态，长期如此会让人觉得疲惫不堪。焦虑、忧郁、纠结、自责，这些看不见的内耗会拖垮一个人。人是有智慧的生命，推动文明不断发展。可是当我们的思考能力变成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只会精神内耗。我们日常的各种行动都需要体力和情绪作为推动力，但当我们过多的重心放在内心戏里，就会产生情绪内耗，在采取行动之前，我们就已经精疲力尽了，这就是心理内耗。为什么会有心理内耗呢？一，我们内心的冲突源自理想化形象和真实自我的差距。什么是理想化形象呢？它是我们为自己创造了一种我就是什么样子，或者说我认为我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形象。说到底，它是一种虚幻的自我。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有某种品质优点，并不需要别人特意来证明，但如果实际上他并没有，只是希望自己有，他会对此非常敏感。他会不惜一切地抹去理想化形象和真实自我之间的差距，尽量维护自己的完美形象。显然，这会很累，尤其是理想的自己和现实自己相差太大的时候。他很难接受现实中糟糕的自己，就把精力都浪费在对自己的对抗和排斥中了。二，对自己极度不自信，自我评价很低，常常在心中贬低自己，觉得自己没有优点，一无所长。三，内心敏感，过分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，甚至会不自觉地往自己身上进行联想。四，总是把想法落到过去或未来的事情上，为了过去的失误、拖延而导致没做好的事感到懊悔，想到未来要经历的事情，比如买车、买房子、进入婚姻等，感到焦虑、担心、害怕，怕这个怕那个，总是将目光、想法落到过去或未来的事情上，一直处于精神打架中，害怕了焦虑，焦虑了害怕，陷入了恶性循环。有人说，一个人最大的内耗就是对自己的排斥。现在我们来一起讨论，长期内耗它有什么表现以及危害呢？一，精神内耗严重的人通常会想太多，要求太高，然后产生一种无形的压力，感觉自己做不到，从而导致行为难产。例如，同样还是有2天要提交工作任务，内耗的人在脑中为任务设想了很多方案，并且觉得自己就是在努力做准备，但他实际上就是迟迟不开始行动，知道现实在那儿，但不甘愿接受现实。这种无意识的不臣服，力量越大，内耗的痛苦就越强烈。二，把自己搞得很累，到头来却一无所获。精神内耗者最大的感受就是，我明明没做体力劳动，甚至可能什么都没做，但就是感觉非常累。这种累不是身体上的，而是心理上的。三，厌恶自己，本质上厌恶的是距离心中完美形象相差甚远的自己。给自己定了个目标，只要自己偷懒了，或者是没有达到目标预期，就会在心里把自己贬低得一无是处，然后会更换计划，重新执行，更加贬低自己，直到陷入彻底放弃自己的状态。4. 做事犹豫不决，不敢决断，
处事优柔寡断，做事拖拖拉拉，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能让你陷入忧郁，不可自拔。5. 容易被他人话语影响情绪，导致情绪低落，起伏不定。和他人说话时，对方一点点的表情变化、语气变化，会在自己的心里琢磨很久，容易去猜测别人对你的看法、对事情的看法。总是不能心平气和地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别人一点点的疑问，在你心里就放大很多倍，感觉羞愧、自我怀疑。内耗的危害从心理上，轻则会让你感到持续性的不安、低落，使学习和工作效率下降很多；重则会像一颗隐藏在外表之下的情绪炸弹，慢慢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，让人陷入了崩溃。从身体上呢，如果精神内耗长期存在，会引发多种常见的身心疾病，一些失眠、头疼、没胃口、经常做噩梦的反应，也都与精神内耗有很大关系。内耗的漩涡是翻来覆去思考和反复纠结造成的，我们总在一些没必要的地方花心思，该尽力的地方却总是敷衍。高内耗的生活就像一个有漏孔的气球，你使劲吹也吹不起来，并形成一个无止境的恶性循环。长期的心理内耗会摧毁你所有的日整与行动力，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感到心累，从而长时间不在状态，生活也越来越不快乐。下一期我们将一同探讨如何应对以及走出内耗。今天的话题就到此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赞、点击、分享以及订阅，谢谢你的支持哦。